原來伊朗的準備這麼豐富啊！川普，你為什麼會講這個話？為什麼你敢講99%的飛彈已經被我們美軍摧毀了？對，哪一個幕僚告訴你這種話的？那個地下的網絡通道是四通八達的，那伊朗不會不曉得說我們這麼重要的飛彈庫存是不可能放在同一個地方，所以那就像打地鼠一樣，這個形容非常貼切。然後 I'm here， 你頭伸出來了，我就打你，對不對？然後你又跑另外一邊說 I'm here， 你頭又跑出來，我又打你。持續關心伊朗這一次真的是豁出去了，他怒嗆世界大戰要正式開打了，並且他炸了以色列的煉油廠、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廠，中東全面陷入戰火當中。今天開場的3個火線話題，我們等一下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伊朗他報復轟炸了以色列的海法煉油廠，並且揚言世界大戰開打，這一場衝突會不會失控？接下來看到伊朗持續的攻擊，包括了來自於科威特的海水廠，還有杜拜港的油輪。這一些波斯灣國家看起來已經沒有安全的地帶了，中東周邊國家還能坐視不管嗎？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川普，他宣稱已經摧毀了伊朗99%的飛彈，但是現在問題來了，伊朗的地下飛彈層竟然是可以快速修復的，多快呢？48小時內就可以修復，代表美國大規模轟炸根本無效嗎？像是打地鼠一樣，根本起不了作用嘛？今天就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趕快來看到伊朗的這一次的反擊，真的是一步比一步還要更強烈。最新消息是，他針對以色列北部的海法最大的煉油廠發動了這一起攻擊，造成煉油廠大爆炸。那麼，川普氣炸了，他是告訴了《紐約時報》，他很快就會看到行動。如果談判破裂，美國將會打擊伊朗的最痛的地方。那麼，確實，31號凌晨，美國跟以色列是立刻發動了空襲，空襲的是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軍事設施。我們先來看一段現場的最新畫面。现场可以看到，这個紅色的火球是照亮了夜空。那川普剛剛是也立刻轉發了這一段影片哦，他似乎覺得這影片很值得炫耀，並且警告他有下一個目標，就是能源基礎設施，還有伊朗的發電廠、油井跟主要出口的樞紐，也就是哈格島了。然後我們接着看到的是，伊朗的國會議長是立刻反駁，他說指控美方將自身的慾望包裝成新聞。如果他接下來伊朗遭到反擊的話，伊朗會以數倍的力道來做反擊，揚言另外一場世界大戰已經正式的要開打了。再這樣打下去，會不會變成世界大戰？謝大使怎麼看？我很肯定說不會，最多這個戰爭只會有區域性的這個戰爭的這個格局啊，因為要打世界大戰的話，要幾個重要能夠打世界大戰的國家之間要有矛盾。那現在看起來這個矛盾只有美國跟以色列跟伊朗的矛盾，然後呢還有跟海灣國家正在形成的矛盾，所以這都在這個區域裡面。而且這裡面的這個主要的這個戰爭的另一方啊，他的軍力投射不出去了，投射不出去，你打什麼大戰？你伊朗好了，現在就是說美以對伊朗，伊朗是被他在他自己的土地被圍着打，對，伊朗能夠打出來就是那些導彈跟那個無人機，而且再多啊4000公里好了，對不對？你也沒有辦法打出你的區域啊，對，所以打不出這個區域的話，這個不可能變成世界大戰。俄羅斯跟中國大陸並沒有要插手，只是說啊，不要用戰爭方式解決問題，你就停戰談和。要考慮到大家彼此的利益，有說美國你給我小心，或者你再打我就出手了，沒有一個國家這樣講，也沒有一個國家出來說伊朗你得罪美國就是我的敵人，我現在要出來修理你，最可能這樣講的，因為美國很多小兄弟啊都是簽了條約的啊，歃血為盟的啊，對不对？有那個一起歃血的啊。說我打仗，我出去被人家打架被打了，你就要來幫忙啊，或者我要打架的時候，你就來一起幫手嘛，對，這些都沒有動啊，伊朗、歐盟全部沒動，北約的成員無一個動。日本說你打完以後，我就會派掃雷艇。然後呢，韓國呢，你把薩德飛彈弄走以後，韓國這個朝野還在那邊抗議呢，意思就不滿，對不對？對，這本來是給我們用的，為什麼拿去那邊用？
對，所以就變成就是說，這場戰爭只會有區域的格局，別的國家也只知道這個只有區域的國籍，然後就讓這些國家自己去怎麼樣，自己去耗吧，尤其耗美國最好，把美國啊，把它耗在裡面，把它的精力，把它的這個財力，把它的這個聲望全部給它耗在裡面，那不是太好了？不要自己動手，有人動手，那何樂不為？所以我覺得伊朗的這個議長講這句話有點太高估這場戰爭的格局了。那基本上就是他跟美國跟以色列了。他這次比較成功的是海灣國家沒有一起來修理他。這是他們自己的這個外交手腕跟戰略手腕還算靈活造成的。是。所以現在就是一大一小打伊朗。是。伊朗跟着一大一小打，就是這個格局擴不開了。是。好，所以我們看到伊朗的主要目標很明顯就是美國跟以色列。不過呢，確實他現在也打到其他的海灣國家。那現在直指的就是中東他們最敏感的一個命脈，也就是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廠。因為海水淡化廠对他們來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掌握了生命命脈。卡達是立刻出來譴責，就說呢伊朗違反了國際法。我們也來看到說，為什麼這個海水淡化廠這麼的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卡達它的海水依賴度高達了99%，其他像是巴林、科威特海水的依賴度高達90%，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也有大概70%以上。另外就是伊朗還攻擊了杜拜港的油輪，甚至動員胡塞組織打紅海的航線。當然了，全球經濟因此陷入在動盪當中。現在伊朗是在对全世界施壓嗎？上这個怎麼看？这场中東戰爭，我們盤點到現在，伊朗在整個讓大家跌破眼鏡的一個非常關鍵的2大戰略。第一個部分就是他竟然打鄰國，我想戰爭都是大家敵對打，他打鄰國，他鄰國，而且這些都是穆斯林國家自己的兄弟之邦，打什麼呢？先打美軍基地。之後打他們的一些煉油的跟美元掛鈎、幫美國賺錢的這個設施，其次現在還在打的就是可能藏匿美軍的一些大樓跟飯店，所以這些東西其實真的打了很多，包括特別是現在有特別透過這種無人機以及這種火箭彈在打的時候，其實打的破壞的區域越來越大。但是聽起來都師出有名哦，感覺起來在很多人可能還蠻支持的。第二個部分，它的跌破眼鏡的戰略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控制。雖然過去都有推理，但沒有想到他這麼做，而且這是竟然是美國完全沒有準備的關鍵戰略。所以剛剛Simi提到的極限施壓，它其實就體現在這2個。那中東地區當然情勢本來就很複雜，旁邊很多穆斯林的國家，當然美元跟石油能源的這個長久以來作為全球產業金融資本的這個掛鈎，就深深的刻在這個區域當中。但不得不說，他現在打這些鄰國沒有錯，沙特、阿聯酋其他大家都越來越火大，最近也都放話，都在準備一些軍事的動員。然後你不要忘記哦，包括伊朗還有誰呢？真主黨啊、胡塞組織、游擊青年軍，所以這個地方的這個複雜程度，敵友之間，以及說它是這種國家，倒不如說是各方面穆斯林自己本身派系的衝突。但是我們不得不說啦，任何的極限施壓能夠到什麼極限？我認為不會無限上綱，包括造電炸彈。為什麼？因為我們看最重要的3大國，美國、中國、俄羅斯，包括在能源方面、石油方面，其實受到的影響相對比較低。而且這裡頭沒有因此有缺能源的陣營或有能源的陣營，大家互相傾壓。如果有這樣子的話，可能真的是會擴大危險。不過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所有的戰爭都是殺紅眼，因為就這種衝突理論，它是從低強度慢慢一直到高強度。所以剛剛提到這種淡水廠，就是說打來打去，可能打到最後開始沒得打了，就開始往民生基層的方面打。我覺得這是會讓所有周邊環境惴惴不安的。而且現在大家包括旁邊不是有一個容忍的邊界，你還是打跟美國有關。但是，一旦殺紅眼，你打到像剛剛提到的阿曼或各方面的淡水廠，影響到民生的時候，我認為所有的忍耐、承受穆斯林的兄弟的戒律都會有個邊界。但我認為伊朗現在還是在放話了。主要是看美國，如果你繼續打我的話，我可能會往下打。但美國好像開始準備要打它的民生設施了。對，好，所以美國現在準備要動手，我們持續看到那伊朗呢，他就說沒關係，我現在還有我的王牌。那他的王牌是什麼呢？會不會是地下飛彈城？因為現在看起來，伊朗的地下飛彈城好像美國都沒有辦法給它完全的殲滅掉。我們來現在看到最新消息，川普說的，他說已經摧毀伊朗99%的飛彈，但重點來了，為什麼現在到這幾天都還
可以看到伊朗的飛彈不斷的發射。那現在根據路透社最新的報道說，美國跟以色列大規模轟炸之下，確實摧毀了伊朗1/3的飛彈無人機。但是呢，問題是還有1/3呀，他們都是被埋在地底下的。最關鍵的是，伊朗還有地下飛彈城。CNN 說呢，總共是27座，而且呢，空襲只摧毀了70%的它的隧道入口。重點來了，48小時，伊朗可以快速的把這個摧毀的隧道入口又快速的修復，就像打地鼠一樣，永遠打不完。怎么这样子？怎么样繼續運行呢？幹哥怎麼看？對啊，你會覺得說，原來伊朗的準備這麼豐富啊！我告訴各位哈，我以前當兵的時候哈，就是我們曾經服役的時候，我們台灣的這個青年都要服役。我就是在哪裡？我就是在馬祖服役的。我們在那個地下坑道，你要知道那個地下坑道東南下梁啊，但是9拐18彎啊。你從這邊打，我從那邊出去啊。對地下坑道最有效的叫做火焰發射器。如果美軍能夠跑到伊斯法罕或是納坦茲的那個飛彈城底下去放火焰發射器的話，那才會有用。那瞬時間會吸乾90%的氧氣。但是伊朗的準備絕對不是你。川普，你為什麼會講這個話？為什麼你敢講99%的飛彈已經被我們美軍摧毀了？對，哪一個幕僚告訴你這種話的？我相信以我剛剛我所講述的那個當兵的經歷，你就曉得說，那個地下的網絡通道是四通八達的。那伊朗不會不曉得說，我們這麼重要的飛彈庫存是不可能放在同一個地方的。所以那就像打地鼠一樣，這個形容非常貼切。然後 I'm here， 你頭伸出來了，我就打你，對不對？然後你又跑另外一邊說 I'm here， 你頭又跑出來，我又打你，對不對？所以打地鼠是一個很有趣的遊戲，就顯示在這一次的戰爭裡面，你會發現說，伊朗很厲害耶，因為它27個飛彈發射場被你摧毀了，然後還有4個主要基地，這4個主要基地分別叫做霍吉爾、巴欽。哈基米耶跟沙赫魯德這4個主要的飛彈推進劑的生產工廠，其實這個是最重要的。飛彈的燃料以及推進劑的生產工廠，遠比發射場來的重要的多。但這4個發進劑的那個推進劑的那個生產工廠被美軍摧毀了，但是伊朗還是能夠有能力反擊，你就要去想了，那他的實力是分散的多麼開，讓你根本沒有辦法。一次，你代表什麼？代表你在伊朗境內的 CIA 特工的資訊不完備，你才會發現說，原來你的估算，你的將軍們告訴你的不是實際的狀況，所以大家就曉得說，其實伊朗有沒有地下飛彈城，絕對有，而且我相信還有更多地方是你美軍的情報部門沒有發現的。如果你今天要再對伊朗現在只是對於它的發射能力有稍微下降而已，但不代表你已經摧毀它90%的飛彈庫存。這2件事情的定義完全不同，不能這樣子解釋的。先來特別要來關注到是德黑蘭現在鐵穹正式的成型了，今天也會來關注到細節項目，包括來自於俄羅斯的500套柳樹，再加上伊朗自己的賽亞德3G 會獵殺美軍的戰機，那麼哈米尼已經交代好了，他的繼任者會做全面的反攻。這場戰事怎麼發展？今天我們會一起的來做深入關注。3個火線話題，我們今天也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特別來關心到的川普，他現在已經祭出了，包括2艘航母都壓進到了伊朗的門口，另外再加上270架的戰機隨時待命。伊朗現在有什麼底氣不怕美軍呢？在這樣子的一個強勢壓境之下。再來，我們會關注到的是，有了俄羅斯的這一款這個肩射飛彈柳樹，再加上伊朗的最新的這個是賽亞德3G 的防禦網。軍事面，我們今天也會關注，在這樣子的一個壓力之下，美軍還能夠像當年的貝爾格勒轟炸那樣打嗎？最後會來關注到哈米尼，他已經選好了他的繼任者，再加上現在說代理人戰爭可能會從中東地區延伸到歐洲，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川普真的敢動手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深入的關心。好，本周我們就要關心到是在阿曼的斡旋下，在日內瓦這個地方會重啟美伊之間的談判。那麼談判桌上面，我們可以看到背後更是暗潮洶湧。尤其現在剛剛關注到了美軍的動作，除了2艘航母之外，還有270架的戰機都在待命。再加上我們來看到來自於美國的特使，他現在也說出了川普的壓力。
議哦。他認為川普現在其實壓力是很大的，因為他不能理解為什麼伊朗在這麼大的一個軍事的威脅下，到現在仍然可以不屈服。川普為此感到非常的納悶。好，那麼我們也來看到，那到底伊朗有什麼樣的底氣，可以到現在還是不屈服呢？首先，我們要來看到是伊朗跟俄羅斯，其實在去年12月的時候就已經完成簽署了一個軍售協議，金額高達5億歐元，並且這些武器會在3年內做交付。這當中細節來看到了，包括了500套柳樹的這個防空的系統發射器，還有2500枚的肩射飛彈。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伊朗自己也準備好了自己的飛彈系統，他在荷姆茲海峽這邊舉行首次的實戰的一個測試軍演，那麼還測試了他的長程海軍防空飛彈賽亞德3G。今天我們會請來賓特別幫我們解析這一些武器哦，可以建構的是150公里的防禦網，攔截目標包括了有戰機、無人機，還有巡弋飛彈跟海上巡邏機等等。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來特別看到了俄製的這款武器，再加上伊朗的這個3G 的薩亞德，對於美軍的威脅到底有多大？川普在這樣子的一個壓力下，還能像當年貝爾格勒大轟炸這樣做，或者是說上次的午夜之錘這種快速打擊，他敢做嗎？幹哥怎麼看？好，所以說伊朗終究不是當年的貝爾格勒，也不會是最近才刚剛發生的委內瑞拉。為什麼？那這一次哈，他從俄羅斯引進了500套柳樹，柳樹我要特別講一下，它的就是官方的編號叫9M336啊，那它的前身是9M38、9M34啊，就是針式跟箭式肩射防空飛彈。說穿了，這個柳樹飛彈就是單兵帶的，就是扛在肩膀上面。那你可以這樣想，那這個它的射程範圍的話，應該不高，對，它只有7到15公里的射程而已。但是它會有一個什麼效果，你知道嗎？就是美國海軍又貴又高的那種F-35，那個戰鬥機，你飛一點點，飛低一點點看看，你如果飛得太低的話，你就會被我的肩射飛彈給打下來，而且你很難從紅外線訊機上面去找到發射飛彈的這個士兵，這就是肩射式飛彈的好處。那它繼承了以前就像美國的相同的標準的那個飛彈，就是刺針飛彈，我們國軍也有啊。其實它的工作原理跟它的性能範圍都差不多啊，就是差不多10多公里的射程，有時候甚至到了面前，眼睛已經看到了才打。所以這個就是一種什麼？就是最後的一個制止的手段。那但是這次要買那麼多的話，我坦白講一句，很多500套，對，500套的發射器，然後再買2500枚飛彈，你知道那一枚飛彈多少錢嗎？20萬美金，那並不便宜啊，就打出去就是800萬台幣，打出去就是800萬台幣，其實並不便宜。那所以說它也經過相當的改良，以前的肩射式防空飛彈只能夠什麼？只能夠對付什麼？你飛機發射出來的紅外線訊號，它就去追那個熱源，去追它。那現在它也可以發展到這個柳樹飛彈，它可以主動找目標，主動去追目標，然後呢，它也不會受到另外的電子干擾。所以說，這個一種飛彈，其實老實講一句，是在這俄羅斯的部隊裡面最新的一種配備。那這次買了這麼多，那我們就要講說，如果美國航空母艦聯隊啊，艦載戰鬥機聯隊在侵入荷姆茲海峽之後，直奔德黑蘭的這一路上的過程之中，它會不會遭受到像柳樹飛彈的這樣的攔截？因為從去年的那個12日戰爭，當時以色列跟美國聯手破壞了，把伊斯法罕那個核子設施給打得稀巴爛，那個時候俄羅斯並沒有幫忙啊，沒有站出來說。啊，我一定要趕快去幫伊朗一把，或等等之類的。所以說，俄羅斯在這一次的交易之中，它也有一種好像是把去年沒有答應伊朗的事情，今年這一次我悄悄的幫你完成一下，就是我偷偷幫你補齊了這一些這個防禦措施。然後他們又在荷姆茲海峽首次展示了實戰化的長程海軍防空飛彈，叫賽亞德3G。賽亞德3G其實就跟俄羅斯的那個就是艦上版的那個榛果樹飛彈是一樣的東西，是一樣的東西。其實它這次最大的意義是，它從
伊朗海軍的垂直發射系統發射出來，這個意義非常重大。為什麼？因為一般而言的話，你只能夠發射一枚，再補一枚。現在我用垂直發射系統，我可以連續多發。对於美國的艦隊入侵，那個空軍力量的入侵，它能夠連續齊發的話，是美國海軍它必須要忌憚的一點。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啊，他們那個俄羅斯趕快幫忙了，他部署了這批飛彈。對於伊朗而言，是美國是對於伊朗而言是真的是及時雨，然後美國是必須要非常非常小心應付的。好，现在我们看到了，所以美国现在面对于来自于伊朗的压力之外，其實還有俄羅斯的協助。那其實川普現在考慮的事情，除了說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在軍事上面壓境之外，他其實考慮的還有包括乾脆直接就斬首哈米尼父子，這樣子做其實是最快的。那現在來自於《紐約時報》也特別做揭露，說川普你是有想到這一招，但是確實哈米尼早就已經做好準備了，他已經指派他的是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來替軍政高層建立了4層的繼任的順序哦，也就是說，哈米尼一旦出事的話，政權是能夠被無縫接軌的。那現在其實呢，川普還有專家們也都在擔心的事情是，如果斬首沒有辦法立刻達成的話，恐怕會激起的是當地的民族的運動哦，把美軍拖入在中東的泥淖當中。就算川普原本規劃了2階段的打擊，恐怕都是無效的。謝大使怎麼解讀？其實川普的劇本想法，其實你可以現在歸納起來，也不過看的就是6套。那麼哈也沒有，就是4套好了哈。那就是說，我們就分4套，分前2套跟後2套。前2套很簡單，川普打的算盤就是說，他現在不斷的軍事集結施壓，然後外交戰場在施壓，然後呢軍事哈大軍壓境啊。他希望達到一個目的，就是什麼？伊朗不戰自潰。如果根本不要打你，你就自己就怎麼講？內部就怎麼樣？自己就怎麼吵起來了？內部就把這個現在的這個政府啊就取代了，然後一團亂局。那這是美國希望得到。另外一個呢，要不戰自降。壓力那麼大，就跟美國這位這個特使講說，奇怪了，壓力那麼大，怎麼還沒屈服？他的意思就是說，要人家不戰自降。是我壓力，軍隊放你旁邊，你就自己準備投降吧，對不對？這是他兩個想法，這是如意算盤。到目前為止，2個都沒有發生啊。那另外一套2個劇本呢，就是戰而後潰。有時候我出兵了，你就潰了，你就立刻怎麼樣？這個國防軍跟這個革命衛隊2個就幹起來了，總統跟這個最高領袖2派人馬也幹起來了。一戰的時候，兩邊就什麼吵起架來，不戰而後潰。那另外一個呢是戰而後降。我跟你打了以後，發覺不行，我就投降了。可是這2個最大差別，前2套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後面你要戰而屈人之兵，對不對？那川普顯然他不想戰，因為昨天川普又出來解釋了，因為美國的媒體就在那邊說實話，我還好你沒有領用太多美國媒體通通在造謠，而且都是為自己目的在造謠。有一個媒體，自由派媒體說，這個戰爭川普非常想打，川普是主戰派，可是美國軍方他的最高的統帥也就是說參謀長的聯席會議就明白跟他講，這場戰爭不能打，那個後果很嚴重，不要打。結果這個報道一出來以後，川普一看又火了，又出來主持記者會，他說這個報道純粹是胡說八道，我是屬和派，那個軍方是主戰派，軍方很想打，我是不想打，我是希望透過外交解決。所以到底是怎麼樣回事？我覺得還是以川普為準啦。川普不想打，那這個東西你戰而後潰有可能，戰而後敗也有可能。可是你要戰，你就剛剛講起來，那個伊朗手上的東西，美國也要算算，你也準備死多少人啊？你是準備死500人，還是死1000人？拜託，美國人連50個人的生命，美國的總統都不敢承擔。我跟你講，這場戰爭最後就變成說，你為何而戰？
對不對？你為何而戰？所以現在川普的問題就變成啊，我覺得他的很大的一個問題就變成，他現在上馬容易，軍隊都叫來，兄弟都叫來，大家都在那邊哈，摩拳擦掌，準備要拓了哈，就是要火拼了，對不對？那你突然不打，對，那這些來的人就說你開我玩笑，那其他在那邊吃瓜群眾也在想說啊，你又來了，你又他口了，對，所以上馬很容易。現在川普最大問題怎麼下馬？哎，那這個下馬我們就看川普到底是什麼，小打一下就跑呢，還是根本就找一個理由呢，就夾着尾巴就把軍隊送回去？美國記者已經講了，美國媒體講說，如果不打的話，這是平時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威懾行動，成本是最高的一次，不打，可是呢，錢花的是最多的一次。好，現在川普打也不是，啊不打也不是，那反倒哈米尼都已經把他的4任的继任者都已經準備好了，現在看起来是魚死網破嗎？那總編輯又怎麼看？其實我非常同意剛才大使講的哦，其實川普不想打，為什麼？川普上來，我們都知道，他最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復興美國。那整天打仗對美國來講，如果他親自下海，他不能復興美國，美國會進一步衰弱。當然，對川普來講，最理想就是像俄烏戰爭這種形式代理人戰爭，他軍工企業各方面能夠割韭菜，但顯然伊朗目前的形勢並非如此哦。也因此，我認為如果未來形勢走下去，它會介於一個委內瑞拉還有去年12日戰爭這樣的一個混合的形式。首先，就委內瑞拉類似的翻版，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川普大軍集結，然後不斷跟伊朗進行了好幾波的談判。那伊朗其實這一陣子壓力很大，大家知道，伊朗幾個月前政權不穩，大家都知道那時候好像有顏色革命這樣的一個風波，主要是經濟太差，特別是物價飆漲，讓很多老百姓受不了。因此，川普和這個伊朗其實談就是，你這個核計劃凍結或者拆除很多設備，你的彈道飛彈等等，進行一個緊縮，我可以放寬這個經濟方面的制裁等等，就是胡蘿蔔和大棒用這種方式。另外，我認為美國積極在做的就是類似委內瑞拉這種收買伊朗，甚至高價賄賂伊朗內部，不只是可能政治人物、軍事人物等等，他採用這種瓦解對方的方式。但這個需要時間，而且那對美國來講，能不能 hold 住這樣的狀況，特別是這個川普有來自以色列的壓力，也有來自他國內軍方的壓力，他能不能 hold 得住，把這個形勢繼續推展下去，讓伊朗然後這個受不了，然後自己這個進行很多妥協。但總體來講，我認為以色列因為急於要摘除伊朗的核能力，因此這種開打的壓力對伊朗是蠻大的。但如果真的開打，我認為伊朗也沒有什麼很好的防禦手段，畢竟剛才這些防空系統對伊朗來講，可能像去年12日戰爭，伊朗這些防空系統像篩子一樣，不止以色列重要的戰機、空中目標沒有受到嚴重的打擊，因此它是單方面挨打，它唯一可以依靠就是彈道飛彈，會重演12日戰爭這種相互遠程交火，但最後狀況可能是極可能是伊朗還是苦苦在那裡硬撐，整個中東的形勢事實上還是維持目前狀況，沒有太大的改變，大家都是繼續拖下去。好，繼續拖下去。那現在戰事看起來其實也是一觸即發的。那其實現在華府擔心的事情，不只是在這個中東這邊爆發這場戰爭。現在其實來自於《紐約時報》的另外一個說法是說，其實現在華府也非常的擔心，會不會擴散從中東到其他的歐洲國家，變成一場代理人戰爭？因為包括伊朗這背後，它有一些其他的代理人，像是也門胡塞組織可能恢復在紅海這邊的攻擊，或者是真主黨，甚至可能動用的是巡弋飛彈跟彈道飛彈，一旦真的開打的話，美軍將會付出長期分散而且不可預測的代價。那像這個又怎麼看？那川普承受得起嗎？代理人戰爭，我想主要是代理人戰爭就是造成我們看到俄烏戰爭的這個消耗戰。那這個消耗呢，其實就會拖了很久。但你說代理人戰爭，我覺得在美國跟伊朗這當中有點微妙。要什麼呢？其實因為真正的敵人互相對方是以色列跟伊朗。
但是現在美國有點公親變事主哦，就是美國變成以色列的代理人，所以它本質上還是有一些微妙的，跟美國非要把伊朗怎麼着這個部分的整個大戰略目標，或對美國的真正最大利益，其實跟以色列不同。以色列就在這個中東的局裡面，所以我覺得現在還是在看。我始終認為，對於伊朗要動手，還是要回到在整個這個美伊或者是在中東當中，就是首先第一個是軍事要掌握的情報，這個以及當中要付出的代價，如同前面幾位所提到，要花多少錢。我認為特別我們在思考美國，現在在討論美國這件事情，其實不要講。從思考整個美國五角大廈，現在美國的就是100%就是川普的意志，跟過去說拜登時代當中有很多幕僚在互相決定、互相拉扯不太一樣。川普在決定什麼就是什麼，而且川普作為一個頂流的商人，你一定要相信我，要理解他，他很在乎錢的，他非常在乎花多少钱，花的錢能夠獲得多少代價，白花錢這種事情他是不幹的。所以你說現在沒有說那麼多部隊在那個地方都在花錢沒有錯，但他有沒有從其他的方式去獲得？我認為現在是因為這個東西不太明朗的是川普不確定他花了這個錢從哪裡來，所以還在琢磨，而不是我那麼認為說是這個政治當中的這些碰撞。而且我覺得現在作為一個情報上、軍事上也需要動態的評估。伊朗現在有個狀況，他好像還是要跟你談，沒有像過去顯現伊朗就不怕死。我們都知道敵人最可怕就是他是一個不怕死的敵人，目前看起來伊朗好像也要在找一些縫隙要活下去，所以表示裡頭確實有一些磋商，無論針對錢跟情報的空間。我覺得現在還有包括美國自己本身的情緒也讓川普很頭痛。我唯一現在觀察在意的是，川普有沒有因為現在因為關稅受到很大的挫折，在國內遇到還有 ICE 這些挫折，這個頂流的商人他可不是會硬吞吶，商人們都是我如果不爽，我一定要找個地方有出口。所以我現在唯一都覺得，在俄羅斯，对不对？在整個伊朗狀況當中，有沒有可能是川普個人的情緒爆發的轉移，而讓他在所謂的這個相對來說比較客觀思考當中有一點點落差？因此，真正的不是情緒，是川普的情緒。去討論中東戰爭的一些軍武話題哦。伊朗現在他們低成本高消耗的這個戰術呢，還有無人機密集的攻勢還在持續，而且日前啊還真的打到了一尾大魚哦。我們來看看這些被美軍被襲擊的地點哦，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蘇爾坦王子空軍基地，還有阿曼的沙拉拉港外海的美軍後勤艦艇，現在都被戰火給覆蓋。那最慘烈，然後吸引媒體關注的，就是這個可以看到被打到都已經腰斬的這一架飛機哦，大名鼎鼎哦，空中之眼E3預警機被炸到腰斬，而且它的受損嚴重，有超過10名的美軍因此受傷。那除此這個表格之外，其實還有很多的美軍單位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好，這個E3預警機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我們來看。有一位前 F-16的軍官呢，他就比喻過這台飛機，說啊，在戰爭的時候呢，E3預警機就像是旗手，而他們這些戰鬥機的操作人員跟負責打擊的這些戰鬥機群呢，就是棋子。可見 E3呢在空中戰力哦，這個維持整個調兵啊、潛降啊，扮演他們看這個整個空中環節跟視野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這麼重要的昂貴的飛機都被打爛了，還有剛剛說的艦艇被打啦，基地被穿透等等。我們看到伊朗現在的戰術，還有他們的飛彈擊中的成功率是越來越高了，也開始突破了美軍防空體系，造成殺傷。那這個關鍵點是什麼？為什麼在前面1個月我們看到伊朗出動了很多飛彈，但是作用並沒有很好，但是進入到第2個月，他們現在成功率在提升了，發現了什麼開竅的地方？艦長。我們如果說看到現在這個美軍或者是以色列攻擊伊朗的狀況，約略是如此，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在伊朗上面的一點一點呢，也就是美軍跟以色列的攻擊。那但是呢，我們看到其他的紅點的部分呢，也就是伊朗對於這些波斯灣周邊的國家，以及對於以色列的攻擊。那我們在這裡面呢，其實可以看一個重點啊，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第一時間看到的都是預警機以及薩德之眼被攻擊？因為其實這個美軍當初的設計啊，也就是在這個波斯灣的國家以及前往這個以色列飛行的路上面有非常多的雷達，每一個藍色的圈圈都是一種雷達，但是這些雷達慢慢的都已經
被破壞。那當被破壞了之後，也就是它沒有預警的來源，那也就只能靠預警機了。那靠預警機呢？其實預警機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啊。但是我们這一次看到的，也就是在之前它停在這個位置，但是我們如果看它這一個殘骸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其實它應該是從它的右側直接有一架無人機這樣子破壞的，所以把它整個幾乎都打斷了。這個是什麼原因？也就是美國的順風球打多了，然後他認為呢，伊朗不是個對手，他停在這一個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蘇丹王子基地應該是安全的，但是事實不是如此啊。我們來看，對於美軍來講，美軍的教範寫得非常清楚啊，他的敏捷作戰部署裡面講到說，其實他的機動就是必須要能夠增強它的靈活性，而且最重要的是優先考慮它的一個機動性，以及它要能夠保護它的安全。可是現在他們都完全的停在這個機坪上面，就是沒有顧到它的安全。那至於說現在他們對於整個波斯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哈爾格島或者是霍姆茲海峽，其實他們靠的就是這一些預警機，能夠提供這個有關於他們要攻擊的，無論是哈爾克島或者是這一個霍姆茲海峽，就是這一些作為一種預警之用。但是其實我們坦白的講，這些預警機呢，它對於這一個我們講到無人機比較能夠有效偵搜，而且預警機其實在現代戰爭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我們一直講 data link， 或者是講說 A 射 B 島，A 射 B 島或 data link 的重要的節點，也就是預警機啊。那預警機提供的，也就是對於目標的位置，然後才能夠指揮這些載空機去打。那但是呢，如果說它沒有辦法有效的進行預警，那就像現在有人說沒關係嘛，只被打了一架E3嘛，可以到那個沙漠墳場裡面，因為美國其實它有封存非常多架，你可以繼續撿回來。這真是大錯特錯。為什麼？因為拖回來之後，他們最起碼要進行半年到8個月以上的時間進行解封，然後重新的檢查各種線路，然後配裝新的發動機這一些。那問題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伊拉克，那這個戰場等得了半年到8個月嗎？如果打了半年到8個月，那美國慘了，那就證明他一腳踩到泥淖裡面去。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起點，但是呢，他告訴了大家一件事情。那我們來看 Foreign Affairs， 他早就提出一件事情，就是美國沒有為未來的戰爭做好準備。這個戰爭呢，其實他講到的也就是有關於無人機的部分。那他現在沒有辦法做有效的預警。其實無人機最重要的並不是攻擊，因為攻擊無人機是一件相對比較簡單的事情。無人機最困難的就是預警，你要知道它的存在。那通常我們看來看去，大家都不知道無人機來了，然後就被無人機打中了。所以其實如何有效的掃描整個頻譜，那得知無人機即將到達，然後動員所有的火炮或者是短程飛彈，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可是美國還沒想通這一點。是，好，這一次伊朗的攻擊呢，成功打掉了一台E3空中之眼，但更可怕的可能還在後面，因為美軍他們原本是信誓旦旦啊，包含剛開戰的第1周、第2周，他們宣稱啊，透過了衛星圖資加上遠程導彈的精準打擊呢，是摧毀了伊朗的導彈能力。但實際上，隨着戰爭的推進，我們看到伊朗的遠程威脅呢，根本就還沒有被打趴，包含它遠到這個特拉維夫、以色列的土地，它也都可以持續有效打擊。那路透社更揭露，美軍的情報人士就透露呢，只能確定現在美軍可能摧毀伊朗的這個武器庫，應該說這個導彈庫大概只有1/3的量，代表他們還有2/3可以用。而且伊朗的地下飛彈隧道程式還是大致完好的。這個隧道飛彈是地下程式是什麼東西？我們帶大家來認識一下。所謂的地下飛彈隧道程式，它的特徵呢，就是其實是挖一個等於是一個戰爭庫啊，它的深度可以達到500公尺，然後裡面有鐵路運輸哦，四通八達的，而且必要的時候呢，可以持續發射導彈。萬一受到什麼影響，它可以在48小時，也就是2天內來修復它的出入口。所以呢，
只要這個東西一時沒有被摧毀，伊朗就一直擁有一個可以不斷發射的一個火力引擎，這樣子對整個中東國家、以色列還有美軍來造成威脅。所以請教楊老師哦，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資訊告訴我們呢，美軍他們當初以為確實是削弱了伊朗，但感覺現在伊朗受到的好像只是一些表面傷哦，真正埋藏在地底下還沒有到這個傷筋動骨的程度，而且反擊我們看到現在是越打越準了。所以你覺得戰爭進入到第2個月來說，這個風向有沒有開始有點轉變？這個風向啊，這個畫風啊，其實已經轉變，好像伊朗的反擊越來越多，然後呢越來越準，以及造成了美國的打擊越來越嚴重。你看，像E3預警機，美國才16架預警機，那這裡面有好多架事實上已經不能用了。那現在在中東地區，它調了6架過來，那1架被打掉，那其他將來整個戰鬥機起航進行加油好了。因為它中間一定要加油，對，哦，那中間這些加油機以及戰鬥機的這個安全，在過程當中都要靠預警機，所以美國的問題是第一點，它到底這個戰略目標是什麼？打這場仗，這根本沒有，不斷的在變。這場仗其實根本不是美國想要去打的，而是川普在最後一個時間點被就是奈坦雅胡所說服，可以有一個機會。一次把哈梅尼跟伊朗成全政府的高層都給斩首，那成全政府应该就瓦解了。对，所以這個瓦解沒有發生，啊，所以然後呢再繼續的做轟炸，那轟炸到目前為止將近1500到3000人的死亡，2萬人的受傷。美國自己公布超過11000個目標被攻擊，他已經出動起碼8000架次的戰鬥機。100艘伊朗的船艦被打沉，但是戰爭的前3天，英國的首相就說，勝利不會從空中轟炸得到的。所以這就問題是，那你接下來呢？哦，那所以伊朗其實他大概撐過了這一段，伊朗也停電，經濟也受影響，網絡也整個停了，到現在為止將近30天。所以他的受到的這個打擊當然很大，可是國家的存亡還是能夠延續下去。那因此，美國接下來它是不是只有地面戰爭啊，才能夠去達成，比如說政權移轉的這個目標？那我們現在看到整個方向哈，軍事的準備上似乎越來越如此。那甚至川普已經開始在準備一些理由，比如說石油啊等等之類的。可是他給的時間點也是到4月7號早上8點台北時間。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時間，在這個之前他就會地面戰爭嗎？還是之後他才會地面戰爭？那雙方是不是有可能啊，透過巴基斯坦能夠坐下來談？那我覺得這個變數還很多。雙方現在都在採取了一種叫做戰爭邊緣、相互保證毀滅，然後呢對等報復的方式，看誰先轉彎，看誰先退讓。是。但我們可以確定一點，就是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對美以來說呢，絕對是不利的一方。因為現在美國國內的輿論已經燒起來啊，認為說為什麼要犧牲我美國的好男兒好女兒去打一場不屬於我們的戰爭啊？去打別人的戰爭，那別人就是剛才楊老師有提到的，就是以色列還有總理納坦雅胡嘛。那而且伊朗呢還可能繼續撐下去，為什麼？底氣來自哪裡？就來自中國跟俄羅斯2大助力的輸血。怎麼說？現在美聯社有消息傳出，俄羅斯正把一批升級版的無人機要送往伊朗。那路透這邊也指出，中國的晶片代表中芯國際他們正向伊朗軍方提供晶片製造的設備，來強化伊朗的軍事自主力量。好，委員，我想問好，現在光是伊朗一個來力抗美以，甚至是中東石油國都已經打成這樣，如果後面有中俄聯手，我不出人好，但是我出力來提供一些戰爭後勤來幫伊朗撐腰。那美國在被困在這個持久戰裡面，拖越久越不利。然後我們看到整個中俄2大全球軍工勢力的加入，會不會成為這個 World War III 一個導火索的點燃風險？我覺得怕說這種雖然不是直接幫助你，但是間接幫助你，會讓整個全球的體系格局有改變。對，我想會不會變成第3次世界大戰？現在言之過早但是如果美國真的像剛才這個艦長是專家提到的，說已經準備要打地面戰了，那麼我覺得這就是
美國自己敲響了喪鐘了。那麼我本來還怕美国不打地面戰的，因为他打了地面戰，他就陷入了另外一場越戰了。就對美國來講，他還撐得住嗎？他2011年的時候，他的國債只有多少呢？只有14兆。14，經過15年到2026年，他的國債已經到39兆了。接下來他再打一場像越戰這樣的一個無窮無盡的戰爭，美國就一定被拖垮。就是美國的國力，當時越戰是一個關鍵嘛，就一場越戰就把美國當時從全球獨強的這個貨幣金融體系開始不斷的往下拉了。他如果接着再打地面戰爭，那就是絞肉機啊。那麼美國在這個戰場上不曉得要再投入多少的兵力啊、財力、這個軍力在這裡了。那麼當然，你說中俄怎麼可能會就袖手旁觀呢？這是一個唇亡齒寒的關係。就伊朗對於中國大陸、對俄羅斯來說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你姑且先不要講了，對中國大陸來講，它的中歐班列是經過伊朗的。那麼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它不可能坐視伊朗被美國掌控住的。那麼你再看說，事實上在整個的過程當中，其實中俄對於伊朗採取的援助，其實有3個不同的層面哦。我覺得中美俄現在在全球在下一盤大棋，這個棋盤不是只有在伊朗，所以在伊朗的這個戰局裡頭，中俄做了它應該有的援助，比如說剛才這個艦長都提到了嘛，這種不對稱戰爭最重要就是無人機了哦。那麼無人機只要用不完、打不光。好，那這場戰爭就可以無窮無盡的打下去哦。那麼，除非今天美國把整個這個伊朗全部都佔領了，那要花好長的時間哦。那再來就是飛彈了。那麼，對於飛彈的這個制作，伊朗也許沒問題，可是晶片的來源呢？所以，如果中芯國際願意提供晶片，那麼你接下來對於伊朗這種不對稱戰爭的飛彈跟無人機，它可以源源不絕的補充，那麼這場戰爭就打得無窮無盡了。第二個哦，其實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一點，中國跟俄羅斯最近在積極援助古巴，就是俄羅斯已經送了一個這個郵輪的船哦，這個大概這2天吧，就會在進駐了這個古巴的哈瓦那港口了。那麼就是為了要援助古巴現在的這個能源石油斷供的這個危機。而中國大陸更狠啊，中國大陸送了一船的這個大米，接着又送了一大堆太陽能板哦，還有儲能設施到古巴。就是沒關係，古巴的石油就算不夠，我還有太陽能板哦，我幫你做這個太陽能的發電站，然後我還有儲能設備。那麼顯然，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做這件事情，就是在美國的後院插旗子啊！我就在你後院點火，就大家在下一盤大棋。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要援助伊朗的方法有太多了，圍魏救趙就是其中一種哦。3月25日，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白俄羅斯的總統盧卡申科去訪問了北韓，對。他跟北韓達成了戰略合作夥伴的關係啊，雙方在各個層面上都決定全面的合作。所以，當白俄羅斯、俄羅斯、北韓加在一起，再加上他們最近又結合了緬甸跟伊朗，他們說他們要建立一個全球新安全框架了。那麼這樣的一些操作，都是在這個為美國制造更大的壓力。所以美國接下來如果他在伊朗發動地面戰，那麼他根本就無暇去顧及什麼古巴，顧及其他的戰場了。那麼現在就是美國自己要抉擇的時刻了。但是我還是很開心的聽到剛才艦長的分析，說地面戰會開打，那麼美國就完了。是哇，這個萬一地面戰在打，然後剛才我們提到背後中俄這些大佬，整個反美復仇者聯盟一旦集結起來，哇，那美國可能真的沒有辦法從這一場戰爭中這麼輕易的抽身出去，要付出非常慘痛的代價。好，稍後回來我們要繼續探討的是海峽的鑰匙。荷姆茲海峽現在被封鎖還不夠嗎？如果再加上一個曼德海峽，全球的能源經貿真的是剉咧等。還有以色列引以為傲的3層防空體系，現在要被打穿了嗎？越來越多的戰火都指向伊朗，更多的高命中率的襲擊，可能之後會接續到。